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Switch的 GC 手柄。这个手柄，其实我觉得任天堂很会做这种小东西啊，在这么小的体积当中，包含了摇杆、按键，然后 HD 的震动，6轴的内置陀螺仪，一起安装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整体的摇杆手柄；单独拆卸的时候呢，又是2个独立的手柄，这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安装和拆卸呢也很方便啊。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只要把这个手柄直接插上就可以。拆卸的时候呢，按住这个按钮直接推出就可以，很方便，对吧？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啊，我也很喜欢。经过一段使用之后呢，我突然发现啊，这个手柄好像出现了一点问题。我似乎不需要按背后的那个按钮，我直接往上一推，它就推出来。我这个呢也是一样，往上一推，也就推出来，这个稍微紧一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任天堂的品质是不是真的这么差？是每一个手柄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吗？以及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一系列的疑问，如果你想知道，那么接着往下看吧。我花了一点时间研究啊，那么初步得了一个结论。这个手柄啊，每一次按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个凸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看见有一个凸点。当我们按下去的时候，它会凹陷，放掉了它又弹出来，按下去凹进去，放掉又弹出来。这个弹出来的凸点呢，当我们滑入这个槽轨的时候会跟这边的一个凹凸点刚好嵌进去，所以我们插进去的时候呢，会听到咔嚓一声，其实是刚好它嵌在了这个凹槽内那么这个凸点的前半部分是一个斜坡造型，方便滑进去和这里顶住的时候呢，一个斜坡嘛，直接让它内凹进去了，直接就顺势就顶进去，所以滑进去会很轻松。那么在这个小凸点的后半部分其实是一个方形，这个方形呢，当嵌入到这个内部的时候，这个方形会跟后半段这块地方进行相互的这个对抗顶住，这样你这个往外推的时候就推不出来。那为什么既然已经是这个方形推不出来呢，它还是会出现现在这个问题直接就退出来，我无法正常的这个使用。其实这样的现象呢，可能会造成一种情况，就是当2个足够的松的时候，我们握住的时候，它直接就掉下去了，手柄往上一推，直接就掉下去，看见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主机可能会脱手所以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那造成这样的现象呢，我认为是任天堂的一部分原因，也不全是之所以是说它是有这个原因呢，我是觉得这个小东西其实可以更换价格呢不是很贵，因为它采用的是塑料件塑料件，你说一个塑料和金属去摩擦对抗，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塑料肯定是以卵击石嘛，它自身肯定会被磨损掉。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可能多数是跟我们的使用有关。我们可能每个人使用习惯就是我们按住的同时呢，就会往上顶，对吧？其实我们按住的时候，它都还没有推到最底部，就已经往上顶，这就造成它的这个后半部分本身是方形的然后呢，按到一半的时候呢，就已经跟这个金属性相顶，久而久之呢，磨多了之后，它就会被它圆润掉，这时候它就没有一定的这个抵抗性所以容易就松脱掉我做这一视频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一个，你们自己如果目前的手柄还是正常的，那么今后的使用过程当中务必做到，当你的原按手柄彻底的顶到底的时候再推出来，彻底的顶到底再推出来，这个方法呢才是正确的，你以后呢才不容易出现我现在这个问题，一推就出来。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小凸点被磨损掉了，磨到已经彻底圆润掉。那么注意，不要边推边拔，这样容易出现我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你已经出现了像我这样的问题情况，也不要紧，这个呢就是更换了一个元件就是那个小凸点的元件，不是很贵，塑料的呢基本上10块左右一对，金属的呢20块以内吧。
这个不分左右啊，两边都是通用的，更换也比较简单啊。我所以想录一个视频啊，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东西怎么更换啊。现在还是一样，把这个4个 Y 字螺丝卸掉。金属点呢就在这个的下面，哎，其他的不用动，小心这个是带电的，这个电池这边还带电的，所以最好我们把这个电池这个拔掉，以免待会儿你螺丝刀什么误碰掉。然后把这个拆开，这个金属啊比较紧，所以你推的时候啊要花的力气会比较大一点。要把这个螺丝拆掉。大家注意一下，这里有个弹簧，所以拆的时候啊稍微小心点，别让那个弹簧弹出来。这个呢，就我刚刚讲的，这个是一个斜坡，而它后半部分本身是一个方形，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不断的磨，这边已经划掉了，这变成一个斜坡弧形了，所以这个呢要换掉。把弹簧放进去。这个插回去，这个一定要插到底啊，务必确保用力点也没事，因为不插到底，你螺丝很难上紧。最后一步别忘了把这个电池啊装回去。这样就是完工了。好，然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有没有问题。好，你看，这样就非常紧了，顶不出来。好，另外一个呢，我就不继续拍了。更换的方式操作是一样的啊。总的来讲呢，还是大家记住，使用的时候尽可能的按到底，再往上推。如果你现在手柄还正常的，就尽量要按这个方式操作。那如果你真的已经跟我一样了，造成了现在这种直接推就掉出来的情况，那么去买一下这个模块，价格呢反正10到20之间吧，塑料的和金属的都有。金属的呢是第三方，不是原装；塑料的呢大部分都是原装啊。